跨年夜一个人到意大利去旅行，没想到到了村里冷冷清清的，但是1个小时后，猜猜我遇到了什么？Baby, you don't know what you do to me. Between me and you, I feel a chemistry. I won't let no one come and take your place. Cause the love you give, it can't be replaced. Hello， 又要出行啦！打算趁着年底的假期到意大利去跨年。年底的机场还是非常热闹的，有很多人出行，大家看看。降落啦，然后现在来到这个租车公司，准备提车。刚刚终于办好了租车的手续了，出来的时候好开心呢。门口的一个保安居然叫我 Signorina， 我已经好久没听过 Signorina 了，都叫我 Signora 现在。刚才办租车手续的时候有一点不顺利，就是我的那个信用卡没有 chip， 没有芯片，有很多地方都不接受。如果想要在欧洲旅游顺利的话，最好还是办一张有芯片的信用卡。我的那个只能刷，有很多地方都不接受。刚才办理这个业务的柜台看到我的卡没有芯片，就直接拒绝。我好说歹说才劝他，麻烦你帮忙试一试，我在意大利别的地方一直都可以用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反正就弄了很久，他才答应帮我刷。然后刷的时候也不一定刷得过嘛，就很好运，最后还是刷过了。如果刷不过的话，我就要想别的办法去别的地方租车了，然后这一笔预付的款可能就会没掉，但是还是很幸运的刷过啦，好开心。虽然上次说了租车不要贪便宜，但是我还是选了比较便宜的车来租。这个车行在本地也算是比较好的，我看评价，但是就不是最大的车行。哇，大家看这个车，难道是新的吗？这些都还没拆耶！这么好给台新车我吗？我看大家提车的时候都很仔细，要检查一下这个车有没有什么本来就存在的问题，我也要仔细一点。以前都太信任他们了，得留下证据。哎呀，到了，快到住的地方了。这次也是晚上的航班，其实到的时候才9点多，但是一直在那里啰啰嗦嗦的检查车呀，然后找路啊，搬行李。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又是到了以后就立马睡觉了，明天再出来玩。然后到了这个民宅，也是租了一个当地的 Airbnb。还蛮舒服的，就是很简单，一张床，然后旁边这里是洗手间，然后还有一个小餐厅，有一些茶呀、咖啡啊，都好齐全的东西。The next day。早上好，昨天到了这个民宿都没发现，原来它外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小阳台哦。可以坐在这里喝杯咖啡什么的。今天天气非常好。
哇，好一个大太阳！现在才8点左右，我打算开车到附近的一个海港小镇去看一看。这次终于是一台比较好的车，有 USB 接口，可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。已经在网上找好了路线，直接开过去吧。OK。这座坐落于悬崖边的小镇叫 Polignano a Mare，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世纪村庄。它被誉为是亚得里亚海的珍珠，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胜地。从巴黎开车过来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。镇子里的 Grotta Palazzese 餐厅曾一度被评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餐厅，可惜我没有提前预定，所以没去成。我在朋友圈里看很多朋友都发过这个地方，无论是食物还是环境都是超级惊艳的，没能去成有点遗憾，那就好好欣赏一下这里的景色吧。最有名的就是这一片景。自拍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单反摔坏了，镜头摔歪了，所以等会儿就不能用单反来拍了。可能这次整个行程都是些 Insta360 的渣画质了。不过我经常拿单反自拍，这些应该也是可以预见的了，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难过的。现在打算回住的地方吃个早餐，喝杯咖啡，然后向右转，然后掉头。吃完早餐，准备到市区里转一转，开始热了，可以不穿外套了。车就打算停在这里，步行到市区去，因为这个地方免费。意大利小姐姐们的穿着多好看！从住的地方走到海边来，大概就1-2分钟，离沙滩非常近。现在是用 Insta360 来拍，虽然它比较小巧，但是它的镜头还是比不上单反，而且它是全景嘛，就会显得脸特别的大，而且对焦也不是说特别敏感。哇，大家看看，12月份的海边还是挺温暖的。巴黎位于意大利东南部，是普利亚大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是一个1000年的古镇。在历史上，巴黎受希腊影响很大。在古罗马人统治时期，巴黎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。虽然只有116平方公里，但它真的独具风情。漫步在城市里的海滨大道，放眼望去就是广阔的亚得里亚海。在靠近市中心的港口有一个鱼市场，这里的海鲜刺身值得一尝。他们都是生吃的。45 euro. No, 4.5 euro。
Sorry. 4.5 euro. Maybe not as good. 1.5. 1.5. Finish. Quindity. Yes. 啊 ，OK。这个就是生吃。15欧元一盘。It's good. Wow. 现在来到了 Piazza Mercantile， 是一个古城中心的广场。现在整个城市都充满了新年的气氛呢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然后走在路上也时不时会有人送上祝福，像 Auguri、Happy New Year 之类的，反正感觉每一个人都很开心。哇，好热闹！哇，你们看这一户普通人家的圣诞装饰，好有生活情趣啊！又是一家超受欢迎的百年老店，这家店是卖意大利的面点的。大家看看，始于1508年，超多人排队的。巴黎的标志性建筑物圣尼古拉斯大教堂，它不仅是罗马天主教徒，也是东正教徒的重要朝圣目的地，在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都具有广泛的宗教意义。教堂的内部有一个中殿和2个过道，主要的建筑材料都是由花岗岩构成的。虽然有疫情，但是也丝毫不能阻挡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。果然是新年快要来了，辞旧迎新，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，也丝毫不吝啬对别人的夸赞。我刚才一路走来，已经被4个人夸我好看了，都是一些小女孩呀，还有一些老阿姨，不是男人哦。他们都说 bellissima， 哦 che bella， 听得我心情很好。当然，我也夸赞他们了。其实做博主自拍这件事情也是需要一定的厚脸皮的，就是架这个3脚架一直在镜头面前走来走去的，就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还是挺傻的。但是我也非常幸运，我基本上收到的都是别人的赞美，他们都说啊真好看，需要我帮你拍照吗之类的，反正都是友好的，所以我可以继续厚脸皮下去。这条是巴黎的主要步行街，大家看多热闹，都在这里庆祝新年前夕。看到这件衣服还挺有 New Year 的感觉，所以就买了狐狸羊毛斗篷。皆大欢喜，他们在新年前夕关门之前做了一单生意，而我也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准备前往下一站了，下一站要继续往南去 Alberobello， 一个很有名的小村落。今天除了把照相机摔烂了以外，自拍杆也破了，但是就是被我用力过猛给拧破了，也不怪别人。
毕竟那个东西本来质量就很差，而且也用了挺久了，光荣退役，2个东西光荣退役。今天一路上都在海边开，好美哦！而且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，真的街上都很少人。看来这里看看海。哇，海边的日落。时不时都会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找个旅伴啊，或者和朋友一起出行。但对我而言，我还挺享受自己一个人出行的，肯定是我觉得有意思，所以才这么做嘛，要不然还不如在家玩手机。觉得一个人旅行的话，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一些问题，或者完全放空，完全不思考任何问题，也是很享受的，也不用跟人说话，也不用回答，也不用搭话，也不用迁就谁，特别舒服。当然，我也挺喜欢和朋友们一起旅行的，有几个特别好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他们。如果时间约得上的话，和朋友一起出行也是很快乐的。反正无论是一个人、一伙人，还是一对儿，我都很开心，都是很不错的。反正出来旅游就是安全第一，其他啥都不是事儿。继续启程，向 Albello 进发。我发现在欧洲租车好像都是手动挡的。第一个我可能是比较贪便宜了，我都是挑价格比较低的车来租，所以都是手动挡。但有时候看那些价格更高的也是手动挡，就发现租车行好像很多车都是手动挡。这对亚洲人来说非常不友好啊，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很多人学车都是学自动波的，就完全不会开手动波。哎呀，终于到了，输错地址了，多开了半个多小时。我以为我订的是市中心的房子，结果居然是订的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这出了一个小差错。所以一个人旅行就是多开半个多小时而已嘛，如果是和朋友一起的话就无语了。因为是临时决定要来这里的，我是看到天气好，然后隔天的早上才决定来的，买了机票、订房、blah blah blah 之类的。因为订房订的比较急，我要发一些申请，等待房东确认才能订嘛，我就发了好几个申请，然后就没搞清楚到底是哪个确认了，就确认来了这个当地的这个 Druli 这个建筑，但是呢比较偏远。到市中心开车要10几分钟，走路是不可能的了。因为其实一个人的话，还是住市中心比较安全。我现在住在荒山野岭，虽然很大一个地方，就整个建筑都只有我一个人住，然后在一个 farm 里面，这风景很好了。明天早上出来看看，这也可以仰望星空。哇哦，穿上我的新年斗篷。打算到市中心去看看，但是我没有提前订餐厅，而且是跨年夜，所以不一定能找到还能接待我的餐厅。但是不管了，先出去看看再说。大家看看，这真的是荒郊野岭的，但是星空很美，有很多星星。现在到市中心去看看，是不是很热闹？大家都在等着跨年呢。哇，好清静哦，基本上街上都没有什么人。难道大家都在家里吗？还是这个城市实在是太小了？
餐厅是订不到了，那我就到处逛一逛，等会儿就回家睡觉。跨年夜建议还是去大城市吧，这个地方太小了。你看这些餐厅还有商场全部都在跨年夜关门，仅有的还在营业的几家餐厅也是需要提前很多预定的。我可以想象，如果是布达佩斯或者米兰这种大城市的话，跨年夜一定是超级无敌热闹的。但是在Bello 这样的小城市，就是它不是小城市，简直是一个村儿，就非常安静，因为大家都在家里。Happy New Year。Do you Happy New Year。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弄得那么辛苦，所以全部都不营业。过了这家很热闹的餐厅，然后他们为我专门弄了一个新的桌子，然后我就可以吃饭了，也是无意中发现的，好赞！这么晚还营业，希望不要像在葡萄牙那次吃完以后肚子痛。这里真的很有圣诞气氛，无意中发现了这家餐厅，居然还能接待我，专门为我做了这一桌，人也是很热闹。这么一大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菜，但是都比较糊弄，又贵又不好吃，还不如回家睡觉。但这个比较有特色，意大利的肉丸。看来我挫败人家了，刚才的那一大堆其实就只是 starter 开胃菜而已，但是我已经吃得很饱，开胃菜已经吃饱，然后现在才上了第一道菜，是一个无麸质的番茄意面，然后后面还有7道菜，我的天哪，我已经很饱了。他们可能看我真的吃不下，所以已经给了我一个很小份的。我看隔壁桌的那个有我这个2倍那么大，我让他们直接给我上最后一道了，还有2道，一个是烤鱼，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肉类的东西，我实在是不能吃了，也不想打包，因为打包了带回去也不会吃的，所以吃点水果就 OK 了。正当我觉得吃得太饱，打算提前离开的时候，旁边桌的一位英国女士忽然走过来，邀请我过去和他们坐同一桌，一起为新年而倒数。基本上所有人都喝醉了，但是我还是一口都没喝。得做饭什么的，但是穿的好像要登台一样，但是在这个荒郊野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哦，好舒服。走一下，乡村名园风，呜呼！Yeah.